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近期守护灵的状态是怎样的？近期你们守护灵会给到你们怎样的指引？那在我们面前的话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啊。第1组牌，首先我们抽到了一张圣杯骑士啊。这个圣杯骑士它整个的能量状态呢，因为是有着很强的水象能量的，所以说你们的守护灵现在是它的状态是柔软的、流畅的、温柔的。而且呢，我觉得圣杯骑士啊，可能是你们的守护灵在你们经历了一些创伤之后啊，会让你们进行一个自我重建啊。就是把自己重新拼接起来之后，才能够带来这种水象能量的柔软。它有一点像是那种把自己的心打碎再拼凑起来，能够带来一种张力啊。它是这种张力能够带来一种温柔，这种温柔能够体谅和包容一切，能够接纳一切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你们守护灵的特点是柔软，就是在经历了一些苦难和伤痛之后，整个人反而会变得更加从容且松弛啊！通过这种方式成长起来，你们能够和这个世界和他人的细微的情绪产生一种共鸣，它是一种同频率的共振。而且你们守护灵的这种柔软、松弛且富有弹性的状态，会给你们带来大量的表达欲和创造力啊！似乎就会有一把钥匙，或者说有某一件事情，它会激活你们内在的这种灵性智慧，打开你们混沌的身体，让你们的身体与力量融合，调节内在，清除杂念，然后能够感受到当下的一种平静的状态啊。通过这种守护灵带给你们的创造力和灵感啊，你们会开启一种内在的觉知，甚至在自己每一次的呼吸当中啊，你们都能够觉察到自己身体细微的变化，获得一种安宁和能量。所以说你们会通过这种守护灵柔软的状态，感受自己内心深处不断的在绽放啊，它是有一种智慧创造力涌现出来的。它可能会让你们近期的制作在创作生产的过程当中啊，达到一种全新的境界，体验一种类似于灵感喷涌而出，或者说灵性飞升的喜悦啊。我觉得你们近期要利用这种守护灵的柔软、松弛且富有弹性的状态，去大量的创造和表达，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啊！而且你们自身的这种柔软，可能会让你们在人际关系或者说解决一些问题的事情上面啊，会采取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很智慧的、不着痕迹的、不动声色的就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解决一些问题啊。第2张牌是隐士啊，我觉得这个你们的守护灵近期的状态它是安静的、低调的，有一点刻意的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感觉啊。可能是你们近期会和外部世界有一个隔离吧，就是想把自己隔绝起来，它是会经历一个屏蔽、清理、打扫、能量的清除的过程的。你们的守护灵近期的状态会很敏感啊，会下意识的保护你们自身的能量，可能还会屏蔽掉一些人，屏蔽掉一些信息，或者说切断某种关系啊。隐士呢，就是你们会把更多的能量回收到自己的身上。你们手里提着这盏灯，我觉得就是你们守护灵它近期会有一个聚焦的过程啊。这个聚焦就是聚焦于你们的核心目标。你们可以把这种聚焦理解成为是一种收心，就是专注在对你们当下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而这种专注，这种聚焦就会取得巨大的突破啊！它就像是一个特殊的透镜，可以吸收所有的光线和能量，聚焦到一个点上面，产生大量的能量，然后去推动你们完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张牌啊，守护灵带给你们的这种聚焦的能力，能够让你们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近期会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而且呢，你们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渐入佳境的。这个守护灵这个隐士牌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近期会有一点反感社交吧，或者说反感那种无效社交，因为你们会对消耗你们的一些事情做一个断舍离。所以说近期会有一个取舍啊，就是你们会放弃掉一些无效的社交，尤其是拒绝掉一些不合理的请求。
它能够让你们重新回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么第3张牌是女皇啊，女皇它是非常丰盛且富足的一张牌，就是你们近期守护灵的状态是极其饱满的，整个人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啊，并且这种饱满的能量啊，生命力是非常强劲的，它是一种非常活跃的能量状态，就是你们会用一种非常饱满的情绪和能量去做一些事情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效率会非常的高，因为你们整个人非常的有感染力啊，甚至能够影响到你们所处这个环境当中的能量场，就是可能一般人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你们的存在，你们是能够影响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一个能量的。所以说女皇的话，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守护灵的这种状态可能会让你们迅速的去完成一些事情，迅速的决策行动啊，它会带来一种物质层面的显化，就是近期你们的财运会非常的好啊，可能会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是在这个赚钱或者说财富的获取上面啊，会事半功倍。而且女皇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种能量的转换在里边的，就是你们之前可能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里边啊，在崩溃的边缘不断的徘徊，然后崩溃之后又自愈啊，但是女皇就是你们似乎找到了某件事情的节奏和发力点啊，从一种极度匮乏的精神状态里边解脱出来，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饱满。风象能量的牌，它是充满了克制的、理性的，就像这个宝剑女皇啊，它是一种权衡利弊啊，不断的修正自己的人生方向，不断的改变，以更好的适应环境的一种守护灵的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守护灵近期的话，会就是这个风象能量的这张牌呢，会有一个这种能量的整理吧。就是整理之前的这种混沌和混乱的能量，思路会变得清晰，会制定一个新的目标、新的计划，然后坚定的执行啊。我觉得守护灵近期它的风象能量很强的话，它是能够让你们以一个非常理性的视角看到这个世界，找到某件事情的规律，看到其本质啊。你们的思维可能会产生某种质的飞跃啊。这个守护灵的能量，风象能量很强啊，它是有一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感觉的。就是你们学习什么东西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迅速，近期会非常的好学啊，能够把之前学习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新学习到的一些东西，整合到你们原来的这种知识体系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架构，这就会导致你们的思维甚至是价值观会产生一个重构。风象能量的话，我觉得就是守护灵啊，你们的近期的思维会非常的活跃，能够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啊，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和结论，这都能够帮助你们推动你们自身思维层面的一个重组，产生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型。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首先第2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5的话，我觉得你们当下的这个守护灵，你们和守护灵的这种连接可能是中断掉了，就是因为你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深层次的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来自于你们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又会担心这件事情的结果不及预期，整个人呢就是在不断的挣扎、徘徊、彷徨和纠结。所以这组牌我觉得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焦虑其实和兴奋它是同一股能量，流经负面的思想系统就会变成焦虑，而流经正面的思想系统它就是兴奋。关键在于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焦虑，关键在于你们怎么能够利用自己的焦虑的这种能量来推动你们自身的发展。所以这组牌守护灵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过度的焦虑啊，要利用这种焦虑产生的驱动力来让自身发生改变，开始行动，去优化自己的行为啊。可能你们整个人在经历着一种情绪上的困境，这恰恰意味着是你们的人生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啊。那么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艰难的时刻，当你们回头再看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种宇宙饱含深情的巨大的馈赠。所以权杖5的话，就是不要把你们的生命浪费在等待上啊，因为等待本身就会产生大量的焦虑，只有当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这种焦虑才会变成一种兴奋，因为你们能够看到自身的实际行动会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怎样的改变啊。
权杖8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们整个人的这种守护灵的能量和状态是非常紧绷的，可能在时刻准备着迎接人生的一场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它似乎预示着某种人生的风暴，你们正在经历一种人生巨大的风暴，或者说被卷入到了某种漩涡里边啊，被某种东西所裹挟，身不由己啊。你们守护灵的能量，它会庇护着你们安然度过人生的这场危机。有的时候，这个危机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其实也是命运认为你们可以克服这个危机，并且会完成一种自我超越。在混沌和混乱当中，往往会带来一个上升的阶梯啊。所以权杖8，我觉得这个守护灵就是想要告诉你们，你们的人生正在经历着某场危机的时候，其实这个危机在另一个层面上反而能够推动你们自身的成长，因为凡事发生皆有利于你，这取决于你们在一个怎样的角度看待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啊。所以说权杖8，我觉得你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心这个危机会摧毁你们啊，因为这个危机反而会成为你们重生的一个关键啊。守护灵会在这样的一场人生的风暴当中，让你们完成一种彻底的自我重建啊，类似于涅槃重生，焕然一新，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拼接自己啊。在你们经历完这场风暴以后，你们整个人的能量都会发生一种极致的转变啊。太阳牌呢，其实就是你们的，在你们人生的这个风暴过后呢，你们的守护灵会有一个彻底的重生啊。日出之美就在于它曾脱胎换骨于黑暗，就是从和守护灵中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重新和你们自身的守护灵建立一种连接。那么这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有一轮彻底的释放啊，把自己自身的这种情绪能量，包括你们的才华创造力全部都释放出来，会向这个世界勇敢的表达和展示自己啊，以一种绝对的真诚和纯粹。太阳牌其实就意味着是你们会重新和这个守护灵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连接，通过这种连接，你们能够重新的拥抱这个世界，接纳这个世界。所以说太阳牌就是你们的守护灵，在经历了一轮极致的能量重组之后啊，它会让你们整个人都变得极其的舒展，它是一种灵魂层面的舒展啊。你们的守护灵会让你们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和赤诚当中，会让你们看到的都是真心，接受的都是爱。所以我觉得这个守护灵就是当你们穿越了黑暗以后啊，这个守护灵会让你们重新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啊，重新绽放自己的这种感觉。而战车呢，就意味着是你们会在守护灵的这样的一种庇护之下，做出真正属于你们的关于人生当中那个正确的选择啊。其实战车牌你们守护灵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勇敢的、迅猛的，能够让你们在每一次的危机当中都化险为夷啊。其实就是你们的守护灵总能让你们在每一次的危机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总能让你们有惊无险的度过那次危机，包括这一次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并没有什么真正好担心的，你们自身守护灵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它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你们勇气去做出那个正确的行动和改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一张 Four of Pentacles 星币4啊，我觉得你们守护灵的状态啊，可能现在开启了一种防御模式，你们的内心警惕的像一座城堡啊，像一座堡垒一样啊。这个守护灵的状态它是向内收缩的，可能是自我封闭的。你们对自己的要求同样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一种近乎完美主义的苛责。你们的守护灵启动和触发了一种非常强力的自我保护机制。所以说这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之前你们在一个环境里边，在持续不断的被消耗、被索取，所以说甚至可能你们还会因为一些事情，会去讨好。但是呢，这个星币4呢，就是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你们要学会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去爱自己，而不是去讨好，或者说不是去取悦别人去消耗你们自己，去不断的让你们自身的这种能量产生损耗。第二张牌是宝剑4啊，我觉得这张牌呢，它是有一种卸甲归田的感觉，就是说守护灵告诉你们，你们现在需要休息了。
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啊，因为你们会意识到，或者说你们的守护灵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它不是熬1-2个通宵，或者说不吃不喝的学习工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克服的。这样的话反而会让你们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当中，给自己的身体造成无限的疲惫啊。所以说这张牌，我其实能够感觉到你们的身上有一种深深的倦怠感啊，这种倦怠就是不断的重复着一种机械的生活，不断的轮回和循环，然后缺乏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或者说你们想要休息一下，但是又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不敢让自己松懈下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你们就是会给自己主动的安排一大片能够休息的时间，你们会感觉到一种时间重新回到你们的手上所带来的那种长久的喜悦，回归到一种平静的生活当中啊。要么就是去做你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能让你们放松的事情，要么就是仅仅是休息。任何能够恢复你们自身能量的事情，都应该被你们安排在最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位置上面。那么第3张牌呢是 Nine of Wands 啊，权杖9啊。我觉得你们守护灵的深处的话，可能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创伤没有被治愈的。那么荣格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们生命当中一种无意识的创伤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话，那么它会以一种宿命的形式重现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啊。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其实就是你们可能是需要去直面你们曾经受到的一些创伤，并且治愈这种创伤，最终克服创伤，超越创伤给你们带来的苦痛，然后实现一种最终的成长啊。所以说你们内心深处、潜意识深处的这种创伤，它一直都在给你们带来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可能你们之前一直是没有办法去直面它的，或者说一直都在逃避，但是你们所逃避的那些东西，可能命运会把这个课题一次又一次的抛给你们，直到有一天你们彻底鼓起勇气把它解决掉，直面它。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呢，守护灵会帮助你们找到一种方式去处理你们生命当中难以处理的那部分创伤和遭遇，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比如说把它记录下来，通过创作来升华你们自身的这种，就可以得到沉淀和滋养啊，你们的负面能量和情绪就会得到释放，或者说把它投射到某种作品，封装到某种作品当中，通过这种创造的方式，就能够让你们内心深处的那部分创伤得到彻底的释怀。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其实你们的守护灵会有一个课题吧，这个课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解牌的时候提到的这一张星币4啊，你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爱自己，或者说你们失去了爱自己的能力啊，就是你们总是对自己的不完美感到非常的痛苦和焦虑啊。我觉得自爱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去接受现实，接受当时的自己并不完美，并且承认过去的自己已经尽力的做到了最好啊，不应该再被后来的自己所反复责怪，更不应该让后来的自己一直生活在自责和煎熬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组牌你们有着某种创伤没有走出来，可能也是因为你们一直活在过去的某种错误当中啊，通过过去的错误来一直惩罚现在的自己。你们的守护灵其实是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知能力的，它能够感受到你们身上的那种痛苦，所以他希望你们能够走出来，一定要往前走，一定要往前看。因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生活的话，我们可能只能通过回顾，但是如果我们要面对生活的话，我们一定要向前看。那么第4张牌的宝剑骑士啊，其实就是你们的守护灵，会让你们在接下来可能是下定决心啊，去做出一个行动和改变啊。其实我觉得宝剑骑士它就代表的是守护灵会切换到一种极度专注的状态里边啊，可能你们接下来会打破平衡。当然这种所谓的平衡只是表面上的平衡，其实在平衡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甚至在这种看似平静的生活当中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所以要做出改变。当打破这种轮回和循环的时候，接下来你们会迎接到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宝剑骑士其实就是守护灵，会让你们勇敢的去面对一些课题啊，或者说决心转换人生的某个方向。它是有一种把自己过去欠下的债一口气偿还干净所带来的一种畅快感的。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当中有一股能量在流动，
在推动着你们去做出那些你们之前犹豫不决、无法下定决心的事情啊。这种力量是守护灵帮助你们把内心当中的恐惧和迷茫转化成为一种巨大驱动力的方式。你们会克服恐惧，会承担责任，会将计划提上日程，会下定决心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们的守护灵给你们的人生按下了一个暂停键之后啊，你们会经历一个深层次的重建和修复自我的过程啊，重整自己的能量啊。你们之前可能会经历一次试错，走一段弯路，然后陷入到消沉。但是我觉得你们并不会在这样的一种低迷的人生阶段当中沉沦太久啊，因为你们接下来会像这个宝剑骑士一样，在守护灵的驱动之下重整自我，再一次的扬帆起航啊，会主动的参与到一个新的浪潮之中，并且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且将这种趋势再一次的为你们所用啊。所以我觉得这组牌你们会经历这样的一种蜕变，接下来的你们会变得自由又清醒啊，活在自己的热爱里闪闪发光。去努力的获得你们自身人格的发展，激发你们本能当中已经拥有的，不断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自己，然后你们的改变就会改变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接着你们所期待的美好啊，它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结成的果实来治愈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